到萌兰开心的标记大滑梯，与最爱的季奶爸隔着玻璃甜蜜互动，无数猫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北栋经过5天加班加点的改造，萌兰的院子里增添了不少丰容玩具。曾经备受猫粉们吐槽的绿色挡板，终于变回了最初的透明玻璃。被铁皮封了一半的交流窗也重新开放。萌兰刚出门就敏锐地发现了场地变化，饭都顾不上吃就来到木架上查看，兴奋地倒挂在木头上拨弄骰子玩具。能看出小家伙心里开心极了。季奶爸则站在被拆除挡板的墙边，温柔地看着可爱玩耍的胖儿子，并掏出手机记录小家伙的一举一动。而萌兰发现那抹熟悉的身影后，小家伙兴奋地冲到墙边，跟个宝宝一样和季奶爸贴贴撒娇，仿佛在说自己好想好想奶爸。真希望这美好的画面能一直持续。以往隔壁萌宝萌玉姐妹俩若家，萌兰都会冲在吃瓜第一线，趴在窗户边近距离指挥妹妹们挥拳，激动的咬手都快把自己摇飞了。但这天宝玉姐妹又起了争执后，萌兰却没时间劝架，而是忙着研究大滑梯。小家伙刚开始还有些犹豫不敢玩，绕了一圈发现没有危险，才开始大胆探索。只见萌兰小心翼翼地从滑梯爬上木架，生怕滑下去，还用34码的毛脚丫踩在边缘。别的小熊都是头朝下趴着滑，而萌儿则是人里人气的躺着滑，还会用脚控制下滑的速度，不愧是官方认证的智商超群小熊。虽然萌兰还没有掌握更多滑梯技巧，但能看出她真的很喜欢这个大家伙。验收后第一件事就是做了标记，玩累了也要趴在心爱的滑梯上睡觉，感觉在梦里她也会梦见自己正在玩耍呢。其实这也不是萌兰的第一座滑梯了，虽然以前的滑梯并不算大，却是萌儿最喜欢最不舍得破坏的玩具。当初下雪后滑梯表面变得非常滑，萌兰想到木架上玩却怎么都爬不上去，突然脚底一滑直接摔了个屁股蹲，羞得萌儿赶紧爬起来假装无事发生，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家伙。虽然萌兰多了很多好玩的丰容玩具，小家伙却不忘来到窗边跟游客互动，拽拽的咧嘴一笑，瞬间迷晕大批猫粉。萌兰内心 OS 们也为我着迷吧，只希望萌兰未来每一天都像今天一样快乐，熊生无忧无虑，平平安安。这失去左手仍蹦蹦跳跳的小熊就是北霞，他不是天生残疾，而是被北川妈妈划伤手臂，为防止感染发炎，只能被迫截肢，从此成为了熊猫界坚强勇敢的小杨过。基地担心北川妈妈再次误伤孩子，于是把北霞和双胞胎哥哥北辰分别交由不同的干妈照顾。北霞与季丽既然母子俩生活在一起，尽管早就知道北霞不是亲生孩子，但季丽不仅没有排斥身体残缺的她，甚至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小北霞。当初北霞第一次出外场有些紧张，独自躲在离游客最远的木架上，季丽妈妈发现后就主动爬上去找她，结果北霞还是被吓得发出狗叫。季丽妈妈赶紧把小家伙护在怀里，像人类吸猫一样疯狂亲吻北霞。过分热情的喜爱弄得北霞无从招架，只好假装爬树挣脱干妈炙热的怀抱，并且季丽妈妈还给了北霞很多偏爱。加餐时小家伙黏着干妈想先喝奶，季丽妈妈无奈的手脚并用婉拒了一回，就放弃挣扎，任由北霞在怀里喝奶了。别说是一旁独自炫损的季然，就连风笑浪组合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，更多的是他脚踢技校拳打风浪的名场面。成家班辣妈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，虽然北霞获得了季丽更多的爱，但懂事的季然哥哥却从未嫉妒过他，而是同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这个坚强勇敢的弟弟。当敏感的北霞不适应幼年园环境，独自趴在墙边不去玩耍的时候，季然发现后立刻跑到旁边安慰，并在前面引导鼓励弟弟出来玩耍，一整个暖心治愈的天使小熊。因为北霞单只手不太好掰竹子，季然就会把自己手里的竹子咬断递给他，就连最爱的竹笋也会大方分享给北霞，用行动诠释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。不仅如此，当北霞合班遇到柯念后，同样被霸道姐姐宠上了天，柯念会强行与弟弟贴贴并给他当靠垫，甚至因为担心北霞出门会被其他猫欺负，柯念直接把他纳入自己的领地保护。三小只的感情真的让人倍感温馨。或许正是因为北霞从小在爱里长大，她不仅没有因身体残疾而自卑，还在爬树艰难的时候很乐观的练习，如今比成都熊猫基地名誉局长还要厉害。只能说北霞就是熊猫界励志典范吧。而如此可爱的小熊你爱了吗？菊萌萌带娃究竟有多硬核？时刻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。只见媚珠躺在地板上睡得正香，而萌萌则眼神空洞地靠在墙边，满脸写着不想带娃救救我。听到外面似乎有奶爸的动静，他立马竖起小雷达仔细搜索信号，发现虚惊一场后哀怨的仰天长叹，之前说好的只管生不管带呢？虽然萌萌和蓝香一样爱摆烂，但长隆的奶爸奶妈却想按传统方式让他自己带娃传授生存技能，因此饲养员直接24小时监督他。每当萌萌想要和媚珠各自安好时，奶爸就会立马闪现过来提醒他。只见大梁奶爸先是把媚珠放在角落，避免被心大的萌萌翻身时压到，随后恨铁不成钢地推醒睡梦中的闺女。不知情的萌萌扭头搞捏啊，吃饭了。而在看到大梁奶爸示意他去带娃后，萌萌气得直接伸手想给对方一逼斗，好在奶爸眼疾手快关上了小窗户，虽然只有背影，但能感受到萌萌的绝望。等到萌萌出月子有了休闲时间，他干脆赖在内场不肯回家，心想这下终于可以帮忙带娃了吧。然而青姐早已破解了熊猫语言，
几声模仿的惟妙惟肖的叫声，成功把萌萌骗回了家，气得他差点从小窗里钻出来决斗。或许是觉得玩不过两脚兽的心眼，萌萌直接开启了母爱间接上线模式。当察觉到身后有奶爸盯着看的时候，萌萌就慈爱的抱起闺女翻来覆去的踢，还时不时偷瞄奶爸是否离开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偷感简直和七仔有的一拼。然而还没等他把媚猪哄睡，萌萌自己就先撑不住了，困得眼皮子打架的他伸手安抚闺女，灵魂演绎手醒着，但脑子已经睡了。只能说好在萌萌生的是独苗苗，要是跟老妈菊笑一样生了3胞胎，估计不出2天萌萌就能被烦死。当年菊笑妈妈一熊带3个崽崽，无论走到哪屁股后都有一溜拖油瓶。妈，来妈妈，这妈妈就对了，妈妈超厉害的，这个好吃的能不尝尝吗？给熊孩子喂奶时更是差点被榨干，因此当饲养员去菊笑那拿娃时，他都开心的不得了，直接原地蹦迪。但只要孩子被还回来，菊笑秒变一梦小熊，一整个生无可恋。有时菊笑本想好好吃一顿饭，但帅帅却坚持不懈地往妈妈怀里钻。妈妈，你干饭也要让我干饭啊！可事实是他前脚刚喝完一碗盆盆奶，就是说熊猫宝宝这么难缠又费妈，难怪菊笑生完3胞胎之后，发情假孕都是随便意思一下就过去，要是再来个熊孩子，可真是吃不消了。盘点熊猫界中反差极强的双胞胎，谁能想到这竟是一个妈生的？第一对瑞宝辉宝，如果说瑞宝是小甜豆的话，那辉宝就是我勒个豆，调皮程度怕是连福宝都比不过他。当兽医同事给姐妹俩打预防针时，感受到疼痛的辉宝满眼杀气，随后照着兽医的小腿就是啊呜一大口，同时他还痛恨自己的牙齿不够锋利，不然铁定能给对方惨痛的教训。而同样是打针，瑞宝画风截然相反，挨了一针后的他眼神依旧单纯懵懂，甚至还四仰八叉的倚靠在饲养员身上，感觉就算兽医独自给他打针也不会反抗。恐怕瑞宝唯一一次生气，就是被辉宝压出了松狮表情包。第二队员小圆大，大哥外表奶乎乎，人畜无害，实则战斗力爆棚，打遍同班小熊无敌手。而弟弟虽长着一副凶神恶煞的大佬模样，实际上是只性格温顺的暖心小甜瓜。当袁小被真大武一他们合伙暴揍时，袁大见状立马冲过来挨个赏其大逼斗，甚至杀红眼的他还不小心误伤了弟弟。而袁小对哥哥也是100%依赖，有好吃的竹子会留着跟袁大一起吃。看到哥哥和武一打架，本想上前帮忙，结果却被推下木架，腿卡在缝隙里骨折了。最后倒霉的小家伙喜提脱毛裤大礼包，看来打架无所谓，拉架才是最危险的。第三对荷花荷叶，虽然两熊是一母同胞的姐妹花，但姐妹俩的反差可不是一星半点。姐姐是1米8的矮冬瓜，妹妹是1米8的瘦黄瓜。如果不说，还以为这是待宰母猫。当谭爷爷给姐妹俩送来水果串串后，花花撸串主打优雅呆萌从容淡定，然而叶子就差连同饭盆一起吃了，像极了饿了800年的狼。其实姐妹俩的反差从小就体现出了，当花花走路还都踉踉跄跄的时候，叶子已经能像兔子一样蹦跳着翻跟头。难怪就算花花趴在妹妹怀里好几年，却始终没有人察觉她其实是女娃。第四对小卢小将，姐姐圆圆的脸长相软萌可爱，和苏珊妈妈简直像了个10×10，而弟弟小将却是个实打实的车座子，因为长得尖嘴猴腮，浑身脏兮兮，还曾被误以为惨被饲养员虐待。但其实小将是忠心的宝贝疙瘩，未来的头号大种公，估计再过几年，在他的努力耕耘下，中心江漫山遍野都是车座子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反差强的双胞胎呢？